战争爆发，群情激昂，日本人对这次战事虽然百足华容道，实际上只有海军陆战队数万人，真正的全面战争，这点人数是不够的。他们依仗的力量，首要是汉奸活动，窥透了国民政府的政治军事情况，对京沪路国军部署情形，简直像看玻璃房屋一般清楚。文的方面，于红军早被包围；武的方面，是杨虎当着一个没有军队的警备司令。813之前，忽然到了一大批国军，日本人倒手足无措起来，于是只得改用恫吓的方法。当晚命令虹口所有商店住宅完全把门关闭，挨户口头通知，不准窥看。同时有成千上万的日本军队由兵舰登陆，每一个军人胸口绑着 X 型的白色皮带，戴着防毒口罩。这般的动静在虹口区整整闹了一个晚上，居民大为恐慌，纷纷传说这支军队是毒气队。次晨，几十万虹口居民都逃避到租界中心区，后来才知道这完全是恐吓手段。实际上，日本人希望中国不战而屈服，所以在813早晨还对市政府下了一个最后通牒，说如国军撤退，一切都可以谈判。回国抗日的留日学生哪里知道813晚上，国军人人想决死一战，胜败在所不计。等枪炮之声一起，几千军队首先从闸北攻打虹口日本海军司令部，日军伤亡很多，可是司令部的堡垒攻来攻去攻不下，国军也牺牲不少。另一方面，国军由华界洪镇出击，攻打日军心脏部分，先锋部队一直打到虹口惠山码头。日军虽勇，死亡也以千计，这一来，日方就感到军队的实力不够了。8月14日早晨，国军的空军出动，轰炸黄浦江中的日本主力舰出云号，虽然没有击中，但是附近的军舰却受了很大的损失。上海市民见到这般全面抗战的序幕已经展开，欢欣鼓舞。租界上的华文报纸一致主张要清算甲午以来的旧账。这时节我也高兴得了不得，各界人士赶紧组织各种民众性的后援工作。其实日本军队在上海的人数实在不多，一下子可能有歼灭之望。国军的英勇、战斗力的顽强，都高度体现了爱国雪耻的精神，让上海的所有中国人深深地透了一口气。8月14日，上海南市大火烧起，烧到满天通红。我的老家在南市王信一帮也被烧成一片平地，幸而我早已将母亲接到租界来，才免受惊吓。老宅焚毁，母亲就泪盈余眶地对我说：“老家别无可恋，但是有一套紫檀木的家具，是我嫁时装殓之物，在你6岁时节，家里的3家绸缎店同时倒闭。你8岁时，父亲逝世，我抚养你长大，家中四壁萧条，旧物就卖剩这套家具，现在竟然付之一炬，实在心痛。”我就安慰他：“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日后我还可以再买一套更好的家具。”我母亲这才展颜微笑。入侵上海的日本第3舰队旗舰出云号在这次大火中，可以说南市数千人家都受到同样的损失，闸北的惨象更不必说。第一晚的炮声、枪声从租界听来震耳欲聋，不少楼宇的玻璃窗都被震碎了，大家既是惊慌又是高兴。四郊难民聚集租界，当时上海的人口是300多万，原本住在租界的人不过230万人，由南市闸北以及四郊逃到租界来的
大约有100万人。这100万难民，只有一小部分能暂住在大旅店或小客栈和亲戚家中，其他70多万人都栖身马路边。这时，一个大问题就发生了。晚间，市民利用电话互相传递消息，然而打的人太多，电话很难打得通，因此在午夜1时，仁济育婴堂特地派出一个人来告诉我，育婴堂在半天之内收容的弃婴达200多名，足见当时避难的市民多么狼狈。仁济育婴堂，我是义务性质的堂长，附属于上海最大的慈善机构仁济善堂。仁济善堂有100年悠久历史，善款积注下来，治了很多产业，把产业的收入拨作慈善费用，其规模之大，不亚于香港的东华三院。仁济育婴堂专收弃婴，凡是人家送来的孩子，项例一定要收养，但是从前没有奶粉来喂养婴儿，所以雇了几十个奶妈专门哺养婴儿。平常有70多个弃婴，如今突然在半天之内多了200多个，弄得手忙脚乱，不知所措，因此营业来叫我去想办法。